美国空军对新型 B-21隐身战略轰炸机的使用又有了新的套路方法，但是此种套路却未考虑到中国空军歼16战斗机的超远程截击。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歼16问世以来，一直备受网友的关注。外媒认为，歼16是继歼20战机之后性能最强重型战斗机，其中歼16具备远程拦截美国针对中国的引轰网能力。相比歼20，歼16虽然是常规战机，但是其远程截击性能要比歼20强势得多。因此，有美国专家认为，与歼20相比，歼16及其改进型歼 16D 电子战机才是美国空军的致命威胁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防空体系面临一个潜在威胁，就是美国空军的隐形轰炸机和常规战略轰炸机部队。一旦在战时，这些部队势必会出动。其中，美国的 B-52、B-1B 常规轰炸机可以在距离中国大陆千里之外，对大陆解放军进行防区外的打击，可通过饱和导弹远程打击的方式攻击中国沿海地区海军舰队、内陆纵深地区重要战术战略目标等。这种威胁理论上是相当大的。更有甚者，美军还有关于隐形轰炸机潜入中国内陆，纵深垂直打击中国火箭军驻地和防空系统的战役响定。此战役响定是安排从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起飞的 B-2和 B-21隐形战略轰炸机绕到印度地区，在印度洋配合加油机进行加油任务，从中国防空体系相对薄弱的西藏方面切入。同时，美军隐形轰炸机在附近空域预警机的支援之下，有效规避中国空军巡逻的战斗机、雷达等目标。同时，美方将调集数枚侦察卫星，持续侦测中方的防空阵地、雷达等目标，为美军引轰提供实时的情报支援。进入西藏后，美军引轰凭借优秀的隐身能力和情报支援，从西藏、四川、青海一线持续神秘飞行。直到在青海发现解放军火箭军弹道导弹旅时，美军引轰开始发射 AGM-158B、JASSM-1R 对其进行精确打击，将解放军弹道导弹旅摧毁后，美军引轰沿原路返回，并且在南海地区2次加油后返回迪戈加西亚机场。虽然这仅仅是一个战役响定，这也说明了美国战略轰炸机对我们的威胁。要知道，现在哪怕是美国的航母在战时也不敢靠近大陆半分。解放军的东风26弹道导弹和轰 6K 挂载的空射弹道导弹，可以在4000至5000千米的距离上精确打击美军航母，而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则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可以在任意距离对中国发起饱和式打击。由此看来，现阶段美国战略轰炸机对我们的威胁甚至还要大于美国航母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反制的办法，就是依靠我们的战斗机进行远距离截击，而且是在加油机、预警机的掩护下，打击美国加油机，拖轰炸机对付中国的战略新招，敲掉加油机这个重要的支撑节点，在源头上给美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重重一击。最合适执行此项任务，不是空军最强大的歼20，而是歼16战机。歼16相比歼20，在执行超长截击任务时，有2个优点是歼20不具备的。首先，歼16最大航程可达4000千米，作战半径也达到2000千米，加上副油箱和加油机的支援，可以达到3500千米的作战半径。而且，拦截美军轰炸机和加油机这种任务，需要飞行往返数个小时，来回至少4000千米起步。采用单座布局的歼20战机执行这种高强度的飞行任务显然不合适。采用双座布局的歼16可有2名飞行员，2名飞行员可以交替执行连续高强度的飞行任务。此举可有效减少飞行员的疲劳程度，从而确保战斗顺利进行。其次，歼16也采用了性能强大的机载雷达。按照美媒 Military 的分析，歼16雷达的性能和歼20的差不多，具备捕获450千米范围敌机的能力，可有效侦测敌方的预警机、战略轰炸机等目标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解放军特地为歼16研发了一款新型超大号的超远程空轰导弹，长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近6米。外界分析，这种导弹的射程大概在400千米左右，
速度为6马赫，400千米的超远射程是歼20装备霹雳15空空导弹的近2倍以上。同样，这款超远程空空导弹的速度也超出霹雳15的50%。这种长达6米的巨无霸空空导弹只能歼16携带，而歼20的弹仓放下长4米的霹雳15就差不多了，因此根本装不下这种专门用于拦截超远程目标的空空导弹。因此，相比歼20，歼16无疑是胜任远程拦截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绝佳利器。而且歼16还有电子战版本地形，战时可以在加油机、预警机的配合下进行远距离的截杀任务。歼16D 则跟随歼16提供支援，用电子战手段干扰美战略轰炸机群的预警机、轰炸机等。同时，歼16则在预警机数据支持下，对300至400千米外的美战略轰炸机、加油机等大型飞机发起远程狙杀行动。如若美空军出动的是无法探测的隐身轰炸机，则采取猎杀其加油机、预警机的方式，迫使其失去事态感知能力和空中加油能力，整个作战链条被敲掉关键节点。如此一来，敌方隐身轰炸机将不得不返航，无法继续执行作战任务，整个作战行动同样会宣告失败。